在佛教的历史长河中，有一个现象始终令人心生敬畏，那就是佛舍利。我们或许曾在寺庙的宝塔中瞻仰过一颗晶莹剔透的舍利子，也许曾听闻高僧圆寂后留下舍利被供奉的故事，但你是否曾好奇过，佛陀涅槃之后为什么会留下千颗舍利？这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我们很容易把舍利理解为一种神秘的遗物，甚至当成奇迹来看待，但在佛法中，舍利的出现并非偶然，更不是超自然的奇观，而是佛陀毕生修行的真实见证，是戒定慧三学圆满后由清净身心凝结而成的庄严果报。佛陀在《大般涅盘经》中曾多次提到，涅盘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种无执着的存在方式。他选择留下舍利，是为了让我们后世众生有可见的法身之相，让信仰不因肉身灭去而动摇。每一颗舍利都是佛陀无量慈悲的延续，是对我们修行道路的深切叮咛。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佛经的记载，探寻佛舍利的真正意义，理解它为何会被世人顶礼膜拜，又该如何以正确的方式供养思维与受持。佛舍利的奥秘或许远比我们想象中更深刻，它不仅连接着佛陀的遗愿，也映照出我们内心修行的方向。让我们一起揭开这段被岁月包裹的庄严秘密，从舍利中看见佛陀真正的慈悲与智慧。舍利是什么？佛经中早已说得很清楚，当我们在佛寺中看到庄严供奉的佛舍利，常会不自觉地肃然起敬。那小小晶莹五彩斑斓的舍利子为何被如此隆重供养？佛陀圆寂后为何会遗留千颗舍利？这些问题其实佛经早就给出了答案。在大般涅盘经中，佛陀在临入涅盘前对弟子们说，我涅盘后身将化为舍利，以利益无量众生。这说明舍利并不只是遗体的结晶，而是佛陀法身的象征，是他毕生修行的成果所显现的果报。佛陀以此来启发我们，虽离肉身，但佛法常住，虽不见身影，但教义永存。所谓舍利，在梵文中称为 sara， 意为身体的遗留物，可是在佛法中它远不止物质上的残余。佛本行及经中记载，佛陀的舍利被分为8份，分别由8国王供奉，之后再延伸为84000塔供天下供养。其意义就在于令一切众生现舍利而生信起敬，进而修行正道。我们不能将舍利误解为神奇的结晶或高僧特殊体质的结果。根据大智度论所说，人修戒定慧，断贪嗔痴，身净心净，死后则有舍利。这就是说，舍利是修行清净的自然结果，是戒律严谨、内心清净无执着的外在显现。这也是为何真正有舍利出现的多是具足三学德性圆满的高僧，甚至普通修行人若诚心精进，也可能有舍利遗留。在我们今天看来，舍利的出现更是佛法的一个重要教育方式，通过形象化的物质遗迹，让我们对抽象的佛法产生真实的信受与信心。看到舍利，我们仿佛亲见佛陀，看到一位圣者走过人世，度化众生身心圆满后留下的证据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深层的法义引导。我们应当明白，供养舍利并非只是跪拜膜拜，而是借此反观自己。佛陀已实现圆满，我们是否也在路上？舍利不仅是佛陀的慈悲示现，更是我们修行的方向标。它提醒我们，修行不是空谈，而要在生活中实实在在地持戒静心关照自己。因此，舍利不仅是圣者留下的宝物，更是一种现象悟道的法门。现舍利而起信，闻佛法而修行，舍利是缘，修行是果。我们不只是要敬佛舍利，更要敬佛所修。当我们对舍利升起恭敬心时，更应升起愿心，愿我今生也能发心修行，戒定慧三学不忘，身心清净，得佛所证之果。这才是佛舍利真正的意义所在。
佛陀已经圆满解脱证得涅槃，既已超越生死轮回，为何还会留下千颗舍利？这并不是偶然，而是佛陀有意的示现，背后蕴藏着深远的慈悲与智慧。我们先来看《大般涅盘经》中的记载，佛陀在即将入涅盘时，告诉弟子们：我身将归灭，但法身不灭，汝等当依戒律与舍利而修，不可生忧。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佛陀涅盘后留下舍利，是为了让众生在未来无法亲见佛陀时，依然有可供养可依念的物件，从而升起信心，继续修行正道。佛陀慈悲地知道，末法时代的众生信根浅薄，烦恼深重，若无形象医治，修行容易退转。于是他以神通示现，将遗体化为千颗舍利，流布四方。作为无声的说法者，佛本行集经也说，佛涅盘后，诸天与国王竞相请舍利，最后由摩揭陀国的波斯匿王等8国国王分得8份舍利，建塔供养。这一行为的象征意义非常深远，舍利不只是身体的遗留物，更是佛陀法身不灭的象征。千颗舍利象征佛法的广布与平等，佛陀的教法不会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弟子，而是普及十方，利益无量众生。正如《涅盘经》所言，舍利虽碎，法身不灭，塔虽毁，戒行常在。佛陀为何要留下这么多舍利？一方面是为了后世弟子能有实相可观，增强修行的信心；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各地众生皆可亲近三宝，种下菩提种子。每一颗舍利，每一座佛塔，都是佛陀慈悲的化身，是他愿力的流转，是接引众生的桥梁。我们今天见到的舍利子，不论是佛陀所遗，还是高僧大德所遗，皆是修行清净的结果，同时也承载着摄受众生续佛慧命的使命。这些舍利之所以会存在至今，正如《大宝积经》中所说，是如来身骨，常利众生。只要众生起劲发愿修行，舍利就能成为法门的助缘。想一想，佛陀完全可以无余涅盘，不留一物，但他却选择留下千颗舍利，就是为了给我们这些后来者一个信的依凭。佛陀明知未来众生难修，却依然种下这样的因缘，实在令人动容。我们如今能亲眼见到舍利，乃是无比难得的福报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是否能体会佛陀的用心，是否能从看舍利的供养中走向行福道的修持。佛陀涅盘后，舍利便成为世间可现的佛身，而我们每一个人若能持戒清净，修行精进，也都能成为活的舍利，以身弘法，以行为佛。佛陀千颗舍利的真正意义，不在于它们数量之多，而在于它们引发了千千万万众生的信愿与觉醒，这才是舍利流逝的真正原因。很多人以为舍利的出现是一种神迹，只有佛陀或极少数天生特别的高僧才可能留下舍利。其实佛经中早已讲明，舍利并不是神秘的奇迹，而是长期修行戒定慧三学的自然结果。在大智度论中，龙树菩萨清楚地说明，人持戒清净，修定发慧，心无染着，身心俱净，命中之后，故得成舍利。这句话非常朴实地告诉我们，舍利不是得来无功，而是修行者身心清净断烦恼的智慧之后，身体自然变化的结果。我们试想，一个人如果终身持戒，不杀生，不妄语，不邪行，行为端正，身业清净，再加上修习禅定，令心安住不散乱，再进一步修智慧，洞察无常无我，断除贪嗔痴，那么这样的人即使肉体死亡，他的骨骼与身体也因清净无染而凝结出晶莹坚固的舍利。这就像种田，地肥种子好，用心照顾，果实自然饱满香甜。修行人的身心就是这片修行田界，定慧三学就是种子与雨水，舍利就是成果的结晶。在增益阿含经中也记载了许多比丘持戒经验，圆寂后留下舍利，
被国王及百姓虔诚供养的势力，可见不只是佛陀。凡是如法修行的比丘、比丘尼乃至在家居士，只要功德圆满，也可能留下舍利。舍利的出现，不是用信仰换来的神迹，而是用行动换来的功德实果。所以我们若见到舍利，不应只是惊叹其外表的奇妙，更应深深体会，这是修行的真实果报，是佛陀用自身示范修行得果的法门。今天的我们也许没有佛陀那样圆满的智慧，但我们却可以从持一戒修一定增一慧开始。佛法不是虚无缥缈的信仰，而是实修实证的路径。我们走在这条路上，虽然一步一脚印，但终有一天也会像那些高僧大德一样，结出属于自己的法果。因此舍利的真正奥秘不在于它看起来多么晶莹，而在于它提醒我们，修行是真有结果的。只要我们愿意走下去，我们如何正确供养与理解佛舍利？许多人见到佛舍利会立刻升起恭敬心，顶礼膜拜，焚香供花，心中充满敬畏。这当然是好事，但我们要问自己，我们真的理解供养舍利的真正意义吗？在佛经中，《法华经》曾讲，若人供养如来舍利，犹如供养佛身。意思是说，供养佛舍利功德不可思议，如同亲见佛陀，亲自礼拜供养。这是佛陀为了让我们在佛灭度之后仍能有所依止，不断信心的一种善巧方便。但重点来了，供养舍利不只是外在的仪式，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发愿和实践。在《大般涅盘经》中，佛陀就特别提醒弟子，未来末法众生不可只依舍利之行而忘失修行之本。这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拜舍利、绕舍利塔，却不真正去理解佛法修行身心，那就失去了供养的真正意义。我们应当如何正确供养舍利呢？可以分为3个层次来理解。第一，外供、礼敬三宝、供灯花水等，这是最基本的层面。我们可以准备香花果品供水灯烛，以清净心献于舍利之前。供养时不求保佑发财，而是发愿，愿我如佛，戒定会成就。第二，内供，修心养德，持戒修慧。优婆塞戒经说，以戒为供养，胜于100千香花。也就是说，最殊胜的供养就是我们发心修行断恶修善，把佛法落实在生活中，每天念佛持戒行善，都是对佛舍利最真实的供养。第三，法供，弘法利生，广度众生，最高层次的供养是将佛陀的教法继续传承下去。《法华经》中说，供养法身，功德无量。我们学习佛法，不只是自己受益，还要分享给更多人，让佛法之光永续人间。我们要明白，舍利虽然珍贵，但它不是佛陀的全部，真正不灭的是佛陀的智慧、慈悲与正法。供养舍利只是一个开始，引导我们向内观照，向外行善，最终走上觉悟之路。所以下一次我们在寺院中看到舍利塔，不妨在心中默念，愿我献佛舍利，起信修行心，愿我如佛一样，身净与境亦净，早日成就菩提。这就是对佛舍利最深的理解与最真的供养。当佛陀入涅槃的那一刻，世人以为从此失去了佛的身影，但他留下的千颗舍利却默默证明了一件事：佛陀的慈悲从未离开。每一颗舍利都是佛陀对后世的深情叮咛，每一座舍利塔都是佛法长存的见证。舍利不是终点，而是提醒我们，佛法仍在，我们仍能修行，仍能觉悟。当我们合掌顶礼，心中升起的不只是敬仰，更应是一份承担，让佛陀未尽的弘法愿力透过我们的行动延续下去。在这充满迷惘的世间，舍利如光，指引我们不迷不退，佛心如海，无论我们多远多苦，终将被慈悲拥抱。舍利虽小，却连接我们与佛陀之间的深厚因缘。佛陀以无尽的悲愿留下深厚之物，引导我们步入菩提大道。
我们唯有以戒为师，依法修行，才能真正体会佛在心中的深意。佛陀从未离开，只要我们愿意走上这条觉醒的路。